用30分钟重新认识一本你以为自己读懂了的书。《三国演义》从来不是什么军阀混战的权谋爽文，而是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代价最惨烈的社会实验。曹操、孙权、刘备3个人面对同一片废墟，给出了3份截然不同的答卷。而这场实验真正令人窒息的结论，藏在最后那个没有底线的赢家身上。今天，我们就用一种全新的底层框架，把这部书彻底看透。要搞懂这场实验，先得搞懂实验发生的环境。东汉末年为什么会乱？书里第1回用了8个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话说了等于没说，真正的原因只有4个字：阶级固化。当时的土地、官位、资源全被一群叫做门阀的世家大族死死攥在手里。袁绍家族43公就是这套系统的顶端。底层的人连饭都吃不上。黄巾起义那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是口号，是绝望。大汉帝国这座破房子，就在门阀的贪婪和底层的怒火里轰然倒塌了。废墟上该怎么重建秩序？3个人，3种选择，这才是三国真正的戏言所在。我们先看实力最强的那个人，曹操。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定义曹操，他是一个极致的结果导向型领导者，底色是彻底的现实主义。乱世刚开启的时候，别人还在端着名声，还在顾着大汉朝的体面，袁绍天天捧着43公的架子。曹操不，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在乱世，道德是廉价的，只有绝对的力量才是活下去的法则。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不是残忍，是他在乱世里确立的生存宣言。我只相信我手里的刀。但曹操绝不只是个冷酷的屠夫，他真正颠覆时代的那一刀，砍的是整个门阀制度。他连续下了3道求贤令，对着全天下喊：不管你出身卑微，不管你名声败坏，哪怕你有过偷鸡摸狗的劣迹，只要你能打胜仗，只要你能治理国家，我就给你位置。这在当时的震撼程度，不亚于在古代社会投下一枚核弹。他不看出身，只看 KPI。 于是张辽来了，徐晃来了，郭嘉这种私生活还有点问题的奇才也来了。曹操的团队变成了一家充满狼性文化的创业公司。这套逻辑的最高光时刻是官渡之战，很多人把它看成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但从底层逻辑来看，那是一支寒门精英创业团队对一个旧贵族集团的降维打击。袁绍那边，谋士们天天为家族利益互相算计，袁绍本人优柔寡断。曹操这边，目标极其明确，执行力极其恐怖。许攸刚一投降，说出乌巢有粮草，曹操哪怕光着脚也要亲自带兵去劫。官渡一战，曹操一统北方，魏国基业就此奠定。这个阶段，现实主义赢麻了。但是，朋友们，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曹操的现实主义帮他打下了江山，但也为他，为整个魏国，埋下了一颗致命的定时炸弹。当一个集团只讲利益，只讲实力，彻底抛弃道德和信仰的时候，内部的维系纽带是极其脆弱的。曹操晚年要加九锡，封魏王，这时候反抗他最激烈的，恰恰是他最信任的人荀彧。荀彧是曹操的张良，帮他规划了统一北方的蓝图。但荀彧内心有道德底线，他帮曹操是为了匡扶汉室。当他发现曹操要篡汉，他崩溃了。曹操的处理方式很简单，送了一个空食盒过去，意思是汉朝的饭已经吃完了，你该上路了。荀彧服毒自尽，杀了荀彧，接着杀孔融，杀崔琰。曹操举起屠刀，砍向了所有有道德洁癖、有信仰的人，
从这一刻起，曹魏集团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利益结合体。大家跟着曹家干，不是因为忠义，仅仅是因为跟着有肉吃。大家体会到这种现实主义的恐怖之处了吗？曹操亲手摧毁了忠臣不是二主的道德底线。他告诉全天下，只要实力够强，就可以欺负孤儿寡母，就可以改朝换代。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有另一个家族完美复制了这套逻辑，而且玩得比他更绝，更没有底线。这个家族叫司马家族。司马懿看着曹操的所作所为，心里大概在冷笑：丞相，这可是你教我的，既然你不讲道德，只讲实力，那等我司马家实力比你曹家强的时候，我篡你的位，你也别怪我。曹操用极致的现实主义搭建了最强大的帝国，但也亲手斩断了保护子孙后代的道德护城河。他赢得了现在，却输掉了未来。那么，如果有另一家不靠强权，而是靠利益绑定，实行股份制的集团，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呢？东吴的存在感在三国里其实挺尴尬，论霸气不如曹魏，论情怀不如蜀汉。很多人觉得东吴就是在江东苟着，时不时出来占点小便宜。为什么会给人这种感觉？因为东吴的底层权力逻辑和另外两家完全不一样。曹魏是曹操绝对控股的独角兽企业，蜀汉是刘关张以血本起家的兄弟合伙人团队，而东吴本质上是一个极其松散的地方世家股份制公司。孙家从孙坚到孙策再到孙权，充其量只是被推举出来的董事长。这家公司真正的股东是江东本地那些豪门望族，是历史上著名的江东大家族。懂了这个底层逻辑，你就能看懂东吴在整部三国里所有那些看似匪夷所思的操作。东吴的企业文化，6个字：精致的实用主义。凡事不谈理想，不谈主义，只算经济账。任何决策之前，先拉一张表，算投入产出比，有性价比就干，没有就拉倒。这种价值观的第一次极限大考，是全书最高潮的赤壁之战。曹操挥师，号称80万大军压境，东吴朝堂上炸开了锅。以张昭为首的文臣集团齐刷刷站出来，苦口婆心地劝孙权：主公，咱们投降吧。传统叙事里，张昭这帮人被描绘成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但朋友们，你真的以为张昭是傻子吗？他是绝顶聪明的人，他是在用纯粹的实用主义算账。张昭心里的账是这么算的：打赢的概率极低，就算打赢，江东也是生灵涂炭，那可是我们世家大族的家底，亏本投降。曹操来了要治理江东，依然得依靠我们这些熟悉本地的世家，荣华富贵、土地、佃农一样不少，只是换了个 CEO 而已。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底色。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一旦冲突，他们毫不犹豫选择保全自己。所以诸葛亮舌战群儒，骂的那些文臣狗血淋头，骂的表面是不识时务，骨子里骂的是这些人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全是一群只盯着自己1亩3分地的精致算计者。这时候年仅26岁的孙权面临人生最大的考验。他是董事长，他不能投降，但大股东们都不想打，怎么办？幸好他还有一张底牌，少壮派军方代表周瑜。周瑜的加入让孙权有了对抗投降派的资本。孙权拔出宝剑，砍掉桌角，大喊：再有言将者如同此案。请注意，这霸气的一剑不只是砍给曹操看的，更是砍给张昭这些江东世家看的。他在用极其强硬的姿态，把这帮实用主义者的利益和自己强行绑定在了一起。结果大家都知道，一把大火，赤壁之战，东吴赢了。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这是东吴整个集团在三国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逆风翻盘。但赤壁之战后，东吴的实用主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变成了束缚他们一生的困局。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赤壁之战把曹操打得那么惨，为什么东吴就是打不过长江，永远无法饮马黄河？每次孙权带着10万大军去打合肥，都能被张辽几百人打得满地找牙。难道东吴的兵真的那么弱吗？不是兵弱，是心不齐。对江东世家来说，把曹操赶过长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愿意拼命。但你孙权要带兵北伐去打中原，对不起，打下中原对本地世家有什么好处？还要消耗钱粮，死伤私家兵丁，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精致的实用主义者绝对不会干。所以东吴的军队打防御战、水战天下无敌，一到江北打进攻战，立马一盘散沙，缺乏统一天下的宏大理想来凝聚人心。整个东吴的战略视野被死死锁在了长江以南，这种短视的实用主义发展到极致，催生了三国历史上最让人诟病也最让人痛心的一次军事行动——白衣渡江，背刺关羽。建安24年，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把曹操打得连迁都想过了。这时候，蜀汉和东吴是盟友，关羽在前猛锤曹操，东吴理应趁机从另一边出兵，两面夹击，这才是胸怀天下的战略格局。但东吴怎么干的？孙权和吕蒙一合计，关羽要是把曹操打趴了，刘备一家独大，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再说荆州就在旁边，现在关羽主力在樊城，后方空虚，此时不抢更待何时？于是吕蒙让士兵脱下铠甲，换上白衣，装作商人，偷偷摸摸渡过长江，兵不血刃端了关羽的老巢。关羽腹背受敌，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很多东吴粉丝会把这次行动吹成神级战术，从战术层面看确实漂亮，从短期利益看，东吴拿下了整个荆州，性价比极高。但从大历史的宏观战略来看，这不仅是一次无耻的背叛，更是一次极其愚蠢的短视。背刺关羽直接导致孙刘联盟彻底破裂。从这一刻起，南方两股势力开始了漫长的内耗，天下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真正撼动北方的曹魏。东吴为了眼前一个荆州，彻底葬送了3分天下，北伐中原的最后希望。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悲哀，太聪明了，聪明到每一步都要计算得失，精明到绝不肯吃一点眼前的亏。但也正因为这种精算，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格局，失去了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孙权晚年彻底陷入疯狂，引发残酷的2公之争，逼死名将陆逊，大肆屠杀当年的功臣。他发现江东世家经过几十年繁衍，势力已经大到完全架空了孙家这个董事长。他想用杀戮夺回权力，但这只不过是这个实用主义集团走向腐朽前最后的挣扎。东吴这家公司因为算计而苟活，最终也因为算计而平庸，熬死了曹魏，熬死了蜀汉。最后在西晋大军南下的时候，当年的江东世家再次发挥了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直接开城投降。历史就是这么讽刺。那么在这个曹魏冰冷、东吴精算的黑暗时代，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看似虚无的理想去撞个头破血流吗？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在这片人吃人的乱世里讲一讲仁义，讲一讲忠诚吗？有，而这正是《三国演义》能成为中国最伟大史诗的原因。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南的崇山峻岭，去看那个卖草鞋的落魄皇叔，去看那个死守荆州的红脸汉子，去看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最终倒在秋风5丈原的千古名相。这是三国里最催泪也最浪漫的篇章，蜀汉的极致理想主义。朋友们，前面讲了曹操的现实主义和孙权的实用主义。说实话，在这两种冷冰冰的生存哲学里，乱世的普通人是极其绝望的，要么是可以被随意牺牲的 KPI， 要么是随时可以被交易的筹码。但只要是中国人写的故事，底色里就永远不会缺乏一种东西，浪漫的理想主义。在这个充斥着背叛、屠杀、算计的黑暗森林里，罗贯中硬是撕开了一条裂缝，让一道光照了进来。这道光就是蜀汉。蜀汉这家创业公司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跟另外2家完全不一样。曹魏靠强权和军功，东吴靠利益绑定，蜀汉靠信仰。先看蜀汉的创始人刘备，把他的简历放在今天，绝对是一个经典的屌丝逆袭剧本。一个卖草鞋的没落宗室，带着一个卖绿豆的和一个杀猪的，3个人在桃花树下磕了个头，就敢说要去拯救天下。刘备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只能用4个字形容：惨绝人寰。打了大半辈子仗，几乎没赢过，被吕布打，被曹操打，被袁术打，连老婆孩子都丢了好几次，四处流浪，去投靠公孙瓒，投靠陶谦，投靠曹操，投靠袁绍，投靠刘表。别人创业是为了敲钟上市，刘备创业感觉就是为了不断换地方挨打。这时候如果你是他身边的谋士，你肯定会劝他，老板别折腾了，曹操那么强，孙权那么富，要不咱们也讲点现实主义，踏踏实实给曹操打工算了。但刘备没有，别人抢地盘，抢人口，抢钱粮，刘备在抢什么？他在抢一样当时看来最没用，实际上最无价的东西，人心，或者叫大义。建安13年，曹操大军南下，刘备面临灭顶之灾，不得不放弃樊城向南撤退。这时候发生了三国历史上最让人震撼，也最违背军事常识的一幕：携民渡江。10几万老百姓扶老携幼，拖家带口，非要跟着刘备一起逃难。10几万人的队伍，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而背后是曹操以一天300里速度狂飙突进的精锐虎豹骑。手下人都疯了，劝刘备扔下老百姓自己跑。但刘备说出了一句震古烁今的话：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吴，吾何忍弃去？做大事要以人为本。老百姓这么信任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朋友们，这就是刘备的底色，这就是他哪怕颠沛流离半生，关羽、张飞、赵云依然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原因。在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有人偏偏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在一个连皇帝都可以当作傀儡随意拿捏的时代，有人偏偏要守着那份仁义不放。这种看似愚蠢的执念，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古典浪漫。但理想主义的浪漫，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种代价在刘备称帝后的第2年，也就是公元221年，达到了顶峰。这就是蜀汉命运的转折点——夷陵之战。东吴为了贪图荆州，背刺了关羽。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消息传回蜀中，刘备疯了，张飞也疯了。张飞因为情绪失控，鞭打士卒，随后被部下暗杀。此时的刘备刚刚当上皇帝，蜀汉迎来了历史上的最高光时刻，但同时也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的战略决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怎么选最有利？当然是忍气吞声。曹魏才是最大的敌人。现在虽然丢了荆州，但蜀中天险还在，应该稳住阵脚，重新和东吴结盟，共同对抗曹魏。就连最聪明的诸葛亮、赵云都在死死劝刘备：主公，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这仇
咱不能报。但刘备听了吗？没有，他倾举国之兵，顺江而下，要去讨伐东吴。刘备真的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变成了一个昏君吗？不，如果你看懂了蜀汉的底层逻辑，你就会明白刘备必须打这一仗，这是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无法逃避的宿命。蜀汉这家公司是靠什么建立的？不是靠军功，不是靠分钱，是靠那年桃花树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是靠以义合伙的兄弟情分。如果现在二弟被人杀了，三弟被人杀了，我刘备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为了头顶上的皇冠，连屁都不放一个，还要去跟杀我兄弟的仇人握手言和。那请问我刘备一直以来标榜的仁义算什么？蜀汉这家公司存在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如果连兄弟都可以出卖，那蜀汉跟随时背刺盟友的东吴，跟随时杀功臣的曹魏还有什么区别？所以明知道打东吴在战略上是错的，明知道这可能会断送蜀汉的基业，刘备毅然拔出了剑。朕不为帝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是刘备作为一个帝王最不理智的决定，但也是他作为一个大哥最伟大的绝唱。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陆逊火烧连营700里，刘备大败退守白帝城。蜀汉精锐部队和中生代将领在这一仗中几乎损失殆尽。1年后，刘备在白帝城凄凉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他把一个濒临破产、千疮百孔的蜀汉托付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接过理想主义的接力棒，完成三国历史上最悲壮、最让人意难平的收尾。他就是诸葛亮。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地狱开局，魏国和吴国虎视眈眈，内部南中叛乱，益州本土派蠢蠢欲动。这时候的蜀汉就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会倾覆。但诸葛亮硬是凭着一己之力，生生把这艘破船修好了。他平定南中，恢复经济，重新和东吴结盟。等到国家稍微喘了口气，他做了一个决定。北伐很多人不理解，蜀汉那么弱，曹魏那么强，魏国实力是蜀汉的4倍以上，诸葛亮为什么非要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留在四川盆地里搞经济，苟延残喘不好吗？如果诸葛亮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当然会选择苟着，但他不是，他是全天下最孤独、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诸葛亮出兵前写下了那篇感动中国人近2000年的《出师表》，里面有一句话：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太聪明了，他比谁都清楚双方的实力差距。他更清楚，如果比拼消耗，弱小的蜀汉最终一定会被庞大的魏国拖死。王业不偏安，如果不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蜀汉迟早是死路一条。但更深层的原因藏在他对刘备的承诺里。20年前，在南阳的那个茅草庐里，那个卖草鞋的落魄大叔拉着他这个27岁年轻人的手，红着眼睛说要匡扶汉室。他被感动了，他给出了那份名为《隆中对》的惊世企划书。20年过去了，大哥走了，二哥三哥走了，当年一起创业的元老快死光了，兴复汉室的梦想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笑话。但诸葛亮不想放弃，别人都在嘲笑他螳臂当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兑现当年对一个知己的诺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54岁的他已经病入膏肓。他坐在4轮车上，遥望着魏国的大营，对面的司马懿像一只狡猾的老乌龟，死死缩在壳里，因为他知道，只要拖下去，天命就不在蜀汉这边。
诸葛亮难道不知道吗？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魏蜀国力的悬殊，知道自己寿命将近，知道自己注定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但他依然选择了抗争。他明知道这终究是一场大梦，但偏偏要在这必败的结局里燃尽自己最后一点星火。这就是中国式的古典悲剧，不问成败，只问苍生；不信天命，只信本心。一阵秋风吹过五丈原，吹灭了那盏代表着大汉最后希望的七星灯。诸葛亮死了，伴随着他的离去，那个充满极致忠义、极致浪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时代也随之宣告落幕，剩下的将是残酷的清算和令人绝望的深渊。朋友们，随着诸葛亮星落五丈原，属于天才和英雄的时代彻底落幕。我们回望这几十年的天下大乱，曹操用极致的现实主义和唯才是举，打破了阶级固化，建立起最庞大的魏国。东吴世家用精致的实用主义和左右逢源，守住了江南半壁江山。刘备和诸葛亮用浪漫的理想主义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燃烧了自己的生命，留下千古绝唱。这三家，无论你喜欢哪一家，无论他们的手段是残忍还是仁义，你都必须承认，他们都是有追求的，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秩序。但历史跟所有人开了一个巨大的、恶毒的玩笑，笑到最后的，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把这三者的底线全部击穿，代表着绝对虚无与精致利己的终极怪物。司马家族，司马懿在三国的前中期一直在苟着，他活活熬死了雄才大略的曹操，熬死了精明强干的曹丕，熬死了英年早逝的曹睿，甚至把老对手诸葛亮也耗死了。很多人把司马懿的成功归结为隐忍和聪明，但朋友们，如果我们看透了权力的游戏，你就会发现司马懿真正的必杀技根本不是什么绝顶智商，而是彻底抛弃了作为人的任何道德底线。曹操当年虽然心狠手辣，但至少还要脸，他一辈子都没敢称帝，还顾着大汉丞相的最后体面。但司马懿呢？他把曹操踩在脚下的道德底线又往下狠挖了10000丈，直接挖穿了地心。这一切的集中爆发就在公元249年，中国历史上极其恐怖也极其恶劣的一个转折点——高平陵之变。那一年，司马懿趁曹魏宗室大将军曹爽陪着小皇帝去高平陵扫墓，突然在洛阳城发动政变，控制了京城。当时曹爽虽然是个草包，但他手里有皇帝，有兵权，如果号召天下兵马死磕，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这时候司马懿干了一件极其骇人听闻的事，他派出了所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去劝降曹爽，并且对着洛水发下毒誓洛水为誓。在古人的世界观里，对着天地山川发誓是极其庄严的。司马懿指着洛水说：“我司马懿对天发誓，只要你曹爽交出兵权，我绝对不伤害你。你可以回去安安稳稳做你的富家翁。”曹爽这个天真的草包信了，他觉得大家都是世家大族，司马懿好歹是4朝元老，对着洛水发了毒誓，总该讲点信誉吧。于是他放下武器投降了。结果呢？曹爽刚一投降，司马懿立刻翻脸不认人，不仅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了曹爽，而且直接诛灭3族，连手下的党羽也全部满门抄斩，牵连多达7000余人，整个洛阳城血流成河。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权力斗争中的一次常规操作。高平陵之变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它彻底摧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和信任底线。以前的人打仗争权夺利，好歹还有个规矩，还有个底线，杀降不武，
或不及妻儿。但司马懿通过落水立誓，然后疯狂屠杀，向全天下宣告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潜规则：在这个世界上，誓言就是个屁，道德就是用来骗傻子的。只要能赢，你可以背信弃义，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没有一丝一毫的廉耻心。司马懿赢了，但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从这天起，《三国演义》里那些关于英雄惺惺相惜、关于一诺千金的故事全部死绝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尔虞我诈和比谁更不要脸的极度内卷。这也是为什么司马家建立的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被后人瞧不起的朝代。这是一个建立在极度背叛和极度虚无之上的政权，它没有任何道德合法性。晋朝建立后没多久，就陷入了极其荒唐的八王之乱，紧接着就是神州陆沉的五胡乱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长达300多年的至暗时刻。但历史的余晖中，偶尔还会有一丝不屈的闪电。就在司马家彻底掌控局势，三国走向终局的时候，在西南的剑阁栈道上，还有一个人在进行着这场大梦中最悲壮的最后一次挣扎。他叫姜维。诸葛亮死后30年，魏国大军兵临成都，蜀后主刘禅开城投降，蜀汉灭亡了。所有的文臣武将都放弃了，但远在剑门关前线的大将军姜维不肯降。他看着手中那份投降的诏书，那是丞相当年死死守护的国家啊！姜维拔出剑，愤怒地砍在石头上。为了复国，他假意投降，试图挑拨魏军内讧，在绝境中寻找那1/1000的翻盘机会。他给远在成都的刘禅写下了一封催泪的密信：但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忧而复明。陛下，您再忍忍，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国家夺回来。但奇迹没有发生，兵变失败，姜维被乱军包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蜀汉最后的守护者仰天长叹：我计不成，乃天命也。随后拔剑自刎。姜维的死意味着那团从桃园结义开始燃烧，在赤壁之战中燎原，在五丈原的秋风中摇曳的理想主义之火彻底熄灭了。随着蜀汉的灭亡，腐朽的东吴也很快在西晋大军面前低下了头。3分天下最终全部归了司马家。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是一个令人无比绝望的结局。小人赢得了天下，英雄变成了白骨。但是，朋友们，当我们合上《三国演义》这本书，当我们在2000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到底记住了什么？我们记住了司马懿的落水为誓吗？我们记住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后宫万民佳丽吗？不，我们脱口而出的永远是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是赵子龙的单骑救主，是关云长的千里走单骑，是张翼德的血战长坂，是周公瑾的羽扇纶巾，是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三国演义》这部书真正的伟大之处。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进程或许会被卑鄙者用权谋短暂窃取，但历史的丰碑永远只为高尚的灵魂而立。司马家赢得了肉体上的天下，但刘备和诸葛亮赢得了中国人2000年来精神上的天下。在这个看似冰冷的世界里，总有一些东西是刀剑无法砍断的，是权谋无法算计的，是岁月无法掩盖的。那就是人类对于忠诚，对于道义，对于知己，对于梦想的极致浪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大梦一场。这就是三国了。朋友们，这期视频的文案将近1万字，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可以说掏空了我的心血。如果你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恰好听到了这里，那说明我们之间有着极深的缘分。
如果你也曾在这些英雄的故事里感到过一丝热血沸腾，哪怕只有一瞬间的眼眶发热，请务必在弹幕里打出青山依旧这4个字，当作我们彼此心照不宣的暗号。也请一定不要吝啬你的点赞、投币和收藏，把它放进你的收藏夹。当你被生活中冷冰冰的利益算计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翻出来再听一遍，去感受一下那份跨越千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古典浪漫，去看看那团在5丈原秋风中燃烧过的火，它一定会重新赋予你前行的勇气。愿屏幕前的你在看透了现实的残酷之后，依然能拥有一颗热烈不屈的赤子之心。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一本古籍再见。